你疯了！堂堂郡王妃不做，非要去做妾？我没疯，我就是要做妾。荒唐！谢家的脸都要被你丢尽了。我要的是魏昭的心，不是名分。不答应，我今晚就死在这里。青桃，先放下。不对，前世他最想做郡王妃。这个眼神，姐姐，别过来！凭什么你一个妾也配怀他的孩子？你们都该死！前世我做妾受辱，怀着孩子死在冰湖，下辈子你也别想赢。再睁眼，我回到了大婚前一日。原来他也重生了。明日王府迎亲，正妃之位让妹妹去做。让婉宁做正妃？她不是想翻身吗？我成全她。至于我入王府做妾，她以为做妾才是福，可名分才是道。婚期不能误，婉宁为正妃，清堂为妾。我愿意。女儿听命。这一世，我送你入局。粉色喜服，小轿侧门，前世我就是这样被抬进王府。母亲，求您开恩，我不做妾。青川表哥说他会来娶我。穷酸破罗户也配攀尚书府？做妾是你的福分。凭什么？凭什么？我让你做妾，你就得做妾。姨娘，救我！姨娘，前世求人，无人救我。这一世，我不求人，只报恩怨。姑娘，王府来人了，正在正厅候着。来得正好，走，去见王府的人。见过嬷嬷。奉王府之命，送明日婚服。嬷嬷这是何意？这套是正妃礼服，正妃着正红，戴凤冠，妾室只可着粉、藕、杏，不得用正红。清堂到底也是尚书府嫡女，入王府后只论名分。谢王府厚礼，明日入府还请嬷嬷提点规矩。姑娘礼数幸好，明日迎亲，正妃走正门，妾室走角门乘小轿。若有越柜，王府当场退人。尚书府今日是一正一妾同驾。前世我从侧门被抬走，这一世我从正门走。这颜色像什么喜服？忍一忍，进了王府再说。请王爷挑盖头，岁岁称心。妾身见过王爷。免礼吧。请王爷王妃共饮合金酒。王妃今夜真美，本王定会好生待你。王爷，妾身必谨守家规礼制，不负王府威仪。哼，王妃倒是恪守礼教。好得很。哼。王妃，大婚次日就去找妾室，这传出去，您的脸面往哪儿搁呀？脸面不是别人给的，是自己挣的。春桃，
给我更衣梳妆。是。承恩郡王妃到。儿媳谢婉宁给婆母请安。昭儿呢？王爷劳累，儿媳不敢误了吉时。母亲，儿子来迟了。放肆！你看看你这副德行，跑哪儿鬼混去了？母亲息怒，儿子只是去看了看谢姨娘，她水土不服。水土不服？我看是狐媚惑主。为了个妾，你竟敢！婆母息怒，请婆母用茶。你这性子，倒是像我年轻的时候。起来吧。谢婆母。倒是懂礼仪，知进退。婆母谬赞。至于你，自己注意着点儿，滚回去反省。是，儿子知错了。王妃，长公主吩咐了，你既懂事，王府中尉便交于你打理。这印药账本，请王妃收好。有劳嬷嬷，婉宁定不负信任。大好时光，闷屋里弄这些，看着就头疼。母亲将中费交给妾身，妾身自然。行了，这种破事不必告诉我，扫兴。是，妾身受教了。王爷，妾身。王爷，姨娘说想请王爷过去品鉴舞蹈呢。本王这就去看看。王妃，您真该制止谢姨娘。不必理会，她不在这儿，我反而清静。相比起伺候她，还是账本有趣。王爷喜欢妾身吗？本王的当然喜欢。妾身可不像正院那边。是你知情识趣，本王真是烦他。妾身只求把王爷伺候好。谢婉宁，你想守活寡，我成全你。王妃，谢姨娘那边简直不堪酷儿，下人都在暗中看您的笑话呢。她以为得到男人的心就行，却不知道在这侯府里，规矩和体诵才是长久之计。这王府的主人可不是那夜笙歌的男人。明日一早把这卷《金刚经》送去给长公主。是，王妃。这《金刚经》抄写的不错，足见抄写之人平心静气。长公主所言甚是。反观那位谢姨娘，夜夜独占王爷，还敢从正院劫人。王府如今乌烟瘴气，下人皆言王爷被她迷了心智。哼，狐媚，难登大雅。本宫当初便不该容昭儿那这祸乱家门的女子。王妃到，儿媳给母亲安，愿母亲身体安康。起来吧，这佛经抄得很用心，是个懂规矩的。母亲能喜欢，是儿媳的福分。启长公主，宰相府递来请帖，设宴邀王爷赴春日宴。此宴事关重大，告诉王爷，令其正装携王妃同赴。王爷想带谢姨娘。放肆！他以为这是什么阿猫阿狗的聚会吗？哟，妹妹这里可真是冷清啊。妹妹，做王妃的滋味如何呀？姐姐打扮的真隆重，宰相府办春日宴，王爷指明带我赴宴，我才是郡王心尖宠，是吗？你就装吧，守着你的破名分，在这冷屋子里孤独终老吧。王妃，长公主在正厅大发雷霆。混账东西，你还要不要脸？我就在厅堂，带那木头去有什么意思？放肆！再
说清堂才是嫡女，那庶女有什么资格？她是你明媒正娶的王妃。行，你要带，可以带，但是王妃也必须去，这是底线。是。妹妹也配去？姐姐说笑了，我是正妃，自然要去。姐姐今日盛装，宴上切莫失仪，迷了分寸。哎呀，承恩郡王殿下驾到！下官见过郡王殿下。这位想必就是郡王妃了吧？殿下真有好福气。崔大人，怎么眼神这般不好使？您面前这位，她不过是府上姨娘罢了。是下官瞎了狗眼，您可千万不要同下官计较啊！妾室不守规矩，见笑了。谢清堂，今天只是个开始。真是什么阿猫阿狗都敢往相府里钻了。不过是个妾，还真把自己当主母了。可不是嘛，把家里值钱的物件都挂在身上。这承恩郡王也太不像话了，怎么把侍妾都带出来了？不过是个小妾，真让人看不起。平白污了咱们的眼睛。夫人，郡王想请您和相爷过府赴宴，还望夫人赏脸。你是郡王妃？我只是侍妾。不过一个侍妾，也配来邀请我赴宴？我滚开！卑贱如泥的东西，怎么敢在我相府放肆？婉宁见过崔夫人，夫人息怒。你又是何人？承恩郡王正妃谢氏，今日唐突扰夫人雅兴，失礼了。侍妾不懂规矩，让夫人见笑了。回去后，我自会用家法严加管教。郡王妃言重了，你是个懂规矩、识大体的。这是我家郡王亲自书写的名帖，诚心邀请相爷与夫人，还请夫人看在长公主薄面上赏光，届时让我与郡王当面赔罪。奴婢无礼，与王妃无关。王妃放心，定准时赴宴。多谢夫人宽宏大量，婉玲恭送夫人。烫金请帖。那个侍妾今日可真是丢尽了脸，妾室也敢来地铁，不自量力。可不是，被崔夫人几句话就吓得话都说不葫芦，回去怕是没脸见人了。谢婉宁，这么晚了，姐姐还有兴致在花园散步？谢婉宁，你故意的！你刚才躲在旁边看笑话，你就是想看着我被当众羞辱。姐姐，你错了，不是我要羞辱你，是这个世道的规矩在羞辱你。你闭嘴！我是尚书府嫡女，魏昭爱的是我，他把最好的东西都给了我。你不过是个没人疼的庶女，是个空有头衔的弃妇。尚书府嫡女，可你刚才当着所有人的面，亲口承认了自己是郡王府的侍妾啊！你到现在还不明白吗？这些恩宠不过是镜花水月，那些珠翠绫罗穿在你身上，人家只会觉得你是供人取乐的玩意儿。只要名分在，主子就是主子，奴婢就是奴婢。就算你得到魏昭所有的爱，在宰相夫人眼里，你依然只是个可以随便发卖打杀的贱婢。贱人，我要撕烂你的嘴！我要让郡王杀了你！大胆，谢姨娘，你敢对王妃动手？这里可是宰相府，你想让郡王彻底抬不起头吗？回府，别让他在这里继续丢人现眼。谢姨娘在宰相府宴会上言行无状，令郡王府颜面扫地。长公主有令，即日起禁足3月，
不得踏出院门半步。3个月。魏郎，你帮我跟母亲求求情啊！求什么情？现在都说郡王府家风不正，要不是本王没有实旨，御史早就参本王个治家不严了。你个惹祸精，给本王丢尽了脸！魏郎，你别走！妾身知道错了，妾身只是太在乎您了，您不能不管妾身啊！滚开！你呀，真是个磨人的小妖精，本王怎么舍得？真的罚你。王爷这几日来的少了些，男人的心果然不能只靠旧情拴着。清堂，快来看看，本王给你带了什么好东西。魏郎，什么宝贝让您这般高兴？比稀世至宝还难得。此物名叫雪香丸，是本王花重金从西域商人手里买来的无价之宝。这是药？那商人说，女子若服下此丸，肌肤便会如羊乳玉般细腻莹润，且身带异香，令人一闻便难以忘怀。本王一听，立刻就想到了你。这药丸想必极贵吧？1丸100两。100两？只要你喜欢，再贵也值。好香！快服下，让本王瞧瞧它究竟是否有传闻中那般神奇。魏郎，我好像身上有些热。竟真有此奇效！魏郎，清堂美吗？美。有了这神药，我还怕拴不住你的心。王妃，郡王早上明明说了，今晚一定来陪您过生辰。他说的话，你倒记得清楚。奴婢是替您记着。您嫁进王府后第一个生辰，他怎能说忘就忘？王妃，奴婢去请郡王回来。不必。可今天是您的生辰啊！他记得自会来，不记得来也无趣。谢姨娘分明是故意的，明知您生辰还闹得这般热闹，就是要给您难堪。前世我也如此争宠，如今才知宠爱最不值钱。王妃，奴婢咽不下这口气。你若一定要去，便去看看吧。奴婢这就去，奴婢一定把郡王请回来。姨娘，春桃来了，说今日是王妃生辰，请郡王过去。呀，今日竟是妹妹生辰，瞧我这记性。王妃生辰要紧，只是魏郎早说今晚陪我赏月饮酒，如今倒要走了。清堂，若魏郎今晚踏出这院子，往后便别再来了。本王今晚哪儿也不去，就陪着清堂。真的？那魏郎以后还去正房吗？不去了，只要清堂高兴，本王永远不去正房。没见到人？见到了。他说什么？谢姨娘当众说，郡王若来您这儿，今后别进他的门。郡王不但没斥责，还说再不来了。哦，把饭菜设下去吧。王妃，您不生气吗？为何要生气？去，把账房的账本拿来。账本？王妃，账本都取来了。王妃，谢姨娘那般羞辱您，您怎还能忍？她越得意，将来摔得越惨。如今府里下人都快指认她了。宠爱只能让人一时风光，账本却能让人生死由人。雪香丸。王妃，您发现什么了？这个月王府花用比上个月多了上千两银子。定是谢姨娘，除了她，谁还能这般败家？下去吧。是。雪香丸果然还是出现了。所谓雪香丸，不过是前朝宫廷秘药西极丸的变种，内含烈性麝香，最伤女子根本。谢清堂，这一事不必我动手。
你自己把毒药当成了恩宠。天哪，那不是自甘堕落做妾的谢家嫡女，这郡王府的规矩碎了一地呀！郡王妃还坐在那儿呢。郡王，听说郡王妃舞姿甚佳，今日大家如此尽兴，不如让郡王妃给我们跳一曲，也让我们开开眼。在宴席上，让我一个堂堂郡王妃像伶人一样献舞，分明是极大的羞辱。世子说的有理，王妃就跳一曲。本王自打娶了你，还没见过你跳舞呢，今日就当给大伙助助兴。妹妹，还不快给大伙开开眼！荒唐！郡王妃乃皇室玉蝶记名的正室正妻，怎能以伶人之态起舞？还请郡王收回成命，莫要乱了皇家体统。顾青川曾经约定，他取得功名便来求娶，可如今我身陷泥沼，他已是探花郎，前途无量。没想到，在我受辱的时刻，唯一敢站出来替我说话的还是他。你算什么东西？区区六品穷酸翰林，也敢在本世子和君王面前放肆！来人，把他轰出去！微臣乃天子门生，本朝朝纲伦理，妻妾尊卑分明。若郡王妃在此献舞，传到御史台，参的不仅是郡王治家不严，更是蔑视宗室规矩。微臣直言相劝，有何不可？够了，世子，今日郡王府设宴，顾大人说的不错，国有国法，家有家规，郡王妃确实不宜献舞。王爷，顾大人所言极是，妾身今日身体不适，恐怕无法为世子献舞，还望王爷海涵。我看你是诚心让本王下不来台，我就知道你成日里跟块木头一般无趣，又怎么可能会跳什么舞？真是扫兴！昭儿，你喝醉了，还不快闭嘴！魏郎，妹妹既然身体不适，那便算了，妾身倒是刚巧学了一支舞呢。不知魏郎可否让妾身献丑，为大家助助兴？当真是上不得台面的东西，把郡王府的脸都丢尽了。放着好端端的正室不当，非要做妾，真是天生的下贱胚子。谢婉宁，你不敢跳，正好给我腾了地方。今日我就要让所有人都知道，你放肆！郡王府里谁才是最受宠的女人？奏乐。世子爷，您说笑了，她不过是个粗笨女子，哪里配得上世子您的身份？不如我来日亲自为您挑选几个上好的西湖姬，保证个个国色天香。可我就喜欢这个。怎么？看来郡王是不肯赏我这个薄面了。难道本世子连区区一个妾都讨要不得？在强权面前，魏昭这种软骨头连反抗的勇气都不会有。魏郎，魏郎，我不去，我不离开你。你告诉他，我是尚书府的嫡女，我不是普通的侍妾，不能把我送人。你要是真的狠心将我送出去，不如直接让我吊死在这大厅里，也图个清白干净。说什么胡话呢？我怎么舍得让你去死？这可是亲王世子，多少人求都求不来的福气。以后好好伺候世子，把世子也哄高兴了，你荣华富贵的日子还在后头呢。刚刚他还许诺荣华，现在就毫不犹豫地把我送出去。在他们眼里，侍妾只是个物件，和桌椅没有任何区别。郡王，不要把我送走，我错了，求求你大发慈悲。哈哈哈哈，有意思。够了，还嫌不够丢人吗？来人，带谢姨娘下去休息。郡王，不要！将她洗刷收拾干净，今晚就一顶小轿送回世子府上。夫人晕倒了，快传府医！谢清堂，这就是你为了所谓的自由和恩宠，不惜拉我同归于尽求来的好日子，这残酷的规矩，滋味如何？爹娘，救我！我不要回郡
你还有脸回来哭？你知不知道你差点把整个尚书府的脸面都丢尽了？老爷，你冲孩子发什么火啊？清堂在王府受了那么大的委屈，险些就被那个混账郡王送给秦王世子糟蹋了，他心里多害怕呀！他受委屈，当初全家人怎么劝他的？我们苦口婆心的拦着他，他非要以死相逼，说死也要去郡王府做妾。我错了，爹，我真的知道错了。他不是人，魏昭为了自保，在那么多人面前眼都不眨的就把我送给秦王世子，要不是你派人去拦着我，今晚我就只能自尽了。拦着？你以为那么好拦吗？秦王世子是什么身份？为了把你这个蠢货留下来，老夫拉下这张老脸，低三下四的去求了宰相，最后宰相大人亲自去找了秦王，说了多少好话，赔了多少笑脸，这才把你保下来。娘，我再也不回去了，那个地方不是人待的，做妾就是个误解，他们想送人就送人，想玩弄就玩弄，我好害怕。不怕，有娘在。不回去，你说的轻巧，现在都已经嫁过去了，你已经是王府的妾室，我不让你回去，难道留你在家里丢人现眼吗？不，爹，你一定有办法的。是你，就是你夺走了我的一切。长姐这话从何说起？我今日回府探望，怎么一进门就受此指责？你少在这里装模作样！你这个贱人，你把王妃的位置还给我！爹，让她去做妾，她是庶女，庶女本来就该做妾的。王妃的位置本就该是我的。你简直是疯了！我没疯，本来就是换了身份，现在换回来怎么了？她一个庶女，凭什么踩在我头上？当初叫你不要做妾，你死活不肯。如今哪怕你毁断肠，也是你自己选的路。爹，您为了一个庶女凶我，这不是凶不凶的问题。皇家玉蝶已经记下了婉宁的名字，王府上下也认了她。现在你让我去换，你不要命，尚书府还要全族活命。长姐吓着了才乱说话，可雷霆雨露都是君恩，做妾再苦也是自己求的富贵，如今也只能受着。闭嘴！爹，您看看女儿啊，我不是您最疼爱的孩子了吗？您忘了吗？我及笄时，您拉着我的手说，若出家后有人欺负我，您拼了命也会为我主持公道。清堂啊，不是爹不帮你，是这件事实在太荒唐了。我的心肝啊！老爷，你就这一个嫡女，真要眼睁睁看她去死吗？你舍得，我舍不得。就算豁出这张老脸去求长公主、求太后，我也要保住女儿。爹的心头肉啊，是爹没护好你。真感人，谢清堂这么蠢，都是他们纵容出来的。只要掉几滴泪，再荒唐的错也有人心疼兜底。他蠢是因为命好，可我呢，在这个家里我算什么？婉宁，你一直都是个懂事的孩子，从来没让我操过心。父亲，您这是什么意思？难道您真的打算让长姐再做王妃？清堂说的也有理，她毕竟是嫡女，王妃之位本该是她的。你也做了这么久王妃，过够了瘾，就把郡王妃的位置还给你姐姐。清堂自小娇养，怎能吃得了做妾的苦？你本就是庶出，习惯了低眉顺眼，换回去才合规矩。父亲，郡王府是皇家宗祠，婚姻大事岂同儿戏？谢家一而再再而三的出尔反尔，您把皇家的颜面置于何地？放肆！谢家生你养你，如今是你报恩的时候，一点委屈都受不了，你眼里还有没有这个家？娘，你这当姨娘的是怎么教女儿的？难道要看着她忤逆，毁了咱们尚书府吗？婉宁，你就听老爷和夫人的话，把郡王妃的位置让出来吧。好，真好啊。娘，我只问你一句，若我让出正室，沦为任人买卖的妾，你想过我以后在王府怎么活吗？你也是做妾的，难道你不知道那是什么日子吗？婉宁，夫人说的对，你本就是庶女，认命吧。庶女就是这个命啊！认命，好一个认命！嫡母为亲生女儿能豁出一切，而你却亲手把我推下地狱。从此刻起，我谢婉宁没有母亲，也没有父亲了。我的命，我自己争。父亲息怒，母亲莫急。
既然长姐实在不适应妾室，我身为妹妹，理应为长姐分忧。我自然是愿意把王妃之位让给长姐的。算你还有点庶女的自知之明。好，婉宁啊，我就知道你是个识大体、顾大局的好孩子。就是，到底是自家姐妹，打断骨头连着筋呢。你放心，等换回来了，爹一定多赏你些金银首饰。只是，父亲、母亲，女儿虽愿退位，但那毕竟是皇家宗室，郡王府与长公主那边恐怕不会应允如此荒唐之事吧？这有何难？你不懂，魏郎宠我至极，只要我高兴，他什么都依。父亲去说一声，他定会举双手赞同。老爷，清堂说的对，婉宁自己都点了头，这便是自家姐妹相让的家事。郡王爷又宠清堂，长公主殿下何苦棒打鸳鸯？夫人言之有理。既然我们自己无异议，想必王府也会通融。走，还等什么？我们现在就去王府，去告诉长公主，把位置换回来。好，妹妹全听姐姐的安排。去吧，去王府闹吧。谢清堂，你真以为几分虚无缥缈的宠爱就能凌驾于皇家礼法之上？我会睁大眼睛看着你们怎么自己把尚书府的脸面踩进泥潭里。婉宁，此事你是什么意思？全凭母亲做主，儿媳不敢有半句怨言。长公主殿下，您听听，婉宁自己都说了，不如顺水推舟，让她们姐妹换回来吧。是啊，殿下，庶女做郡王府正妃，传出去丢的是郡王府的脸面。哦，王府的脸面？那你们当初以次充好，强换妾为妻的时候，怎么不想想郡王府的脸面？怎么不提规矩体统了？娘，横竖都是尚书府的女儿，关起门来也是自家姐妹，换了也不妨。嫡女庶女换了一次还要换，你们真当本宫是泥捏的？今日我便进宫奏并圣上，问问他尚书府到底教的什么规矩。长公主恕罪，微臣也是一时心急，绝无冒犯之意呀。不妨，把一个当众跳鸡舞的妾扶为正妃，别人笑话的不仅是你这没出息的东西，还有我这张老脸。你看看他这样子可堪为妻，我只怕你今天把他扶正，明天王府的脊梁骨都要被全京城的人戳烂。今日是我老糊涂了，我们立刻就走，望殿下恕罪。恕我不送了。父亲和嫡母惹出了这等荒唐事，长公主雷霆震怒，按理说我也必定要承受她的怒火与迁怒。不过无妨，只要能保住正妃之位，跪上几个时辰算什么？好孩子，委屈你了，别怕，以后有我为你做主。前后2辈子加起来，我在那冰冷的尚书府受尽搓磨，连我的亲娘在嫡母发难时都只会躲在墙角发抖，从来没有任何一个人跟我说过一句别怕。儿媳，多谢母亲体恤，只要儿媳在这王府一日，便定会恪守本分，替母亲分忧，绝不给王府抹黑。好，在这高门大院里，虚无缥缈的情爱救不了你，唯有规矩和本分才是你安身立命的根基。你是皇上御笔亲批，我8抬大轿迎进门的承恩郡王妃，以后若是谁再敢拿你庶女的出身说事，或者妄图践踏你的体面，你大可以直接乱棍打出去，天塌下来由本宫给你撑着。儿媳遵命。父亲，母亲，你们居然就这么抛下我走了？就因为怕得罪长公主，连我这个亲生女儿都死活都不顾了。谢婉宁那个贱人现在有长公主撑腰，正妃的位置我是抢不回来了。在这吃人的王府里，我只是个卑贱的妾室，如果连王爷的宠爱都失去，我就只有死路一条。姨娘，您不能再吃了。这雪香丸虽然能让肌肤娇嫩生香，可是大夫都说了，这药性子烈，每个月都得吃上1匣子。到如今吃了7、80颗了，伤了底子可怎么好啊？你懂什么？我若是没有王爷的宠爱，在这府里连条狗都不如。
伤身子又如何？只要能赶在谢婉宁之前生下世子，我什么代价都愿意付。王爷到！青藤，你今日怎得如此动人？王爷，白天长公主那般训斥妾身，妾身好害怕。王爷是不是也嫌弃妾身轻佻，不要妾身了？胡说！我的青毫体态轻盈如掌上飞燕，这般销魂入骨，本王疼你还来不及，怎么会嫌弃？那王爷可要说话算数，妾身什么名分都不要了，只想一心一意伺候王爷。若是妾身能为王爷诞下灵儿，只要你生下男孩，本王必定上奏朝廷，立他为世子，绝不委屈了你。刘管家，怎么这个月的花用这么多？账面上看，比上个月足足多支出了700两银子。回郡王妃的话，是郡王爷前些日子去黑市花高价买了一大匣子雪香丸给谢姨娘，十分昂贵，所以就多支取了些。哼，成天只会用这些狐妹子手段迷惑王爷，一个月花掉700两买什么香药，真是下贱做派。那雪香丸，谢姨娘一共吃了多少了？这谢姨娘用药极凶，每个月都得吃上一整匣子呢。老奴私下算过，到如今怎么也吃了有70-80颗了。原来是郡王爷疼爱姨娘。既然如此，刘管家，你去账房再给郡王支1000两银票，让他多买些备着，免得姨娘断了药。郡王妃，您怎么能让郡王再买？那狐妹子吃了药更会勾引人，王爷以后岂不是更不来咱们院里了？您这是在长他的威风啊！钱有什么打紧？王府家大业大，这点银子还出得起。只要郡王喜欢，只要谢姨娘爱吃，就让她敞开了吃，吃得越多越好。王爷，这道清蒸鲤鱼最是鲜美，您尝尝。看着像是身子不爽哩，拿本宫的牌子，立刻去太医院请太医来瞧瞧。恭喜郡王爷，贺喜郡王爷！姨娘这脉象圆滑如珠，确实有喜了。看日子已有1月有余了。有喜了，本王有后了！哈哈哈哈！赏，重有赏！青堂，你这肚子还真是生气。若这次能给我生个男孩，本王立刻就上奏朝廷，立他为世子。谢婉宁，你听见了吗？就算你是正妃又如何？王爷连世子之位都许给了我的儿子，这一局终究是我赢了。既然有了身子，是该好好养着。从明日起，你就不用来本宫这里请安了，在自己院子里安分待着吧。魏郎，这梅子太酸了，酸得我牙齿都软了。酸儿辣女，这可是大吉之兆。你这肚子里定是怀了本王的长子。若这次能给本王生个男孩，本王立刻上奏皇上，立他为世子。多谢魏郎，妾身一定为魏郎生个白白胖胖的世子。见过郡王，魏郎，妾身最近身子总是不舒服，起居饮食都觉得不痛心。怎么了？可是下人们伺候的不周到，本王这就把他们全发卖了。下人们毛手毛脚的，哪里懂得伺候人？婉宁是我亲妹妹，以前在尚书府里，她作为庶妹，总是贴身照顾我的起居。想来由她来照顾我安胎，我也能习惯一些。我也都是为了世子，想来妹妹作为郡王妃，也是能体谅的吧。这怎么行？谢姨娘，您别太得寸进尺了。郡王妃乃是皇室狱卒上明媒正娶的正妻，怎能自降身份去伺候一个姨娘？这等荒唐事，就是说到长公主殿下面前，也没有这个理。魏郎，您看，我不过是为了咱们的孩子能安稳降生，才提出这样小小的要求。郡王妃的丫鬟就敢这般指着我的鼻子骂，若是真生下世子，恐怕我们母子在府里连个立足之地都没有了。放肆！主子们说话，哪有你一个贱婢插嘴的份儿？来人，张嘴！郡王息怒，春桃也是护主心切，不懂规矩，妾身回去自会教训他。
魏郎，我这可都是为了咱们的孩子。您今年都快而立之年了，膝下还无子，这可是您的长子啊！我也是为了世子能好好降生，才斗胆求妹妹的。既然清堂这么说，你就去他院里照顾他一段日子。安胎是府里的头等大事，容不得半点闪失。横竖你从前在尚书府上也是庶女，她是嫡女，庶女伺候嫡姐本就是天经地义的事儿，你照顾她些也是应该的，莫要端着郡王妃的架子。是，妾身明白。为了郡王的子嗣，妾身一定好好伺候姐姐。郡王妃，您别怪老奴多嘴。今年府里的兵全被郡王爷调到谢姨娘这边了，说是谢姨娘身子重怕热，一点都不能短缺。您的院子里恐怕这几天都分不到兵了。哟，郡王妃妹来了，外面太阳那么大，真是辛苦你了。不过既然来了，就赶紧过来学着怎么伺候人吧。我这身子可娇贵着呢，站着干什么？本姨娘有些渴了，去给我倒杯茶来。记住，要用今年的新茶。你想冰死我吗？怎么这么凉？我肚子里可是怀着世子，若是冻坏了我的身子，你担待得起吗？我要喝热水。贱坯子就是贱坯子，真把自己当郡王妃了，连这点端茶倒水的小事都干不好吗？姐姐请用。这么温吞的水，喝下去也不嫌恶心。再去给我换热的来，我要烫嘴的。这是刚烧开的水，姐姐小心烫。哎呀，烫死我了！郡王妃，您的手！叫什么丧？没看见是他自己端不稳茶杯吗？还不快给我滚出去！出去！没有我的吩咐，不许进来！谢婉宁，庶女就是庶女，你真以为当了郡王妃就能压我一头吗？郡王妃又算得了什么？在这王府里，郡王的心在谁那儿，谁就是正妻。要怪就怪你太蠢，你以为空有名分有什么用？看看你现在的样子，就算被我烫烂了皮肉，魏郎也不会看你一眼。你谢婉宁，永远都只能是贱命一条。哼，刚才走了这么几步，这腿竟然有些酸胀了。怀着世子就是辛苦啊。好妹妹，你过来给我捶捶腿吧。没听见吗？我让你过来，给我捶！谢姨娘，你欺人太甚，哪有正式给妾室下跪的道理？郡王妃，你千万不能跪啊！闭嘴！这就对了，庶女就该有庶女的本分，赶紧捶吧。若是力道不合适，我可要禀报郡王，治你个伺候不周之罪。怎么不捶了？你又想耍什么花招？你笑什么？疯了吗？姐姐的肌肤真是滑嫩白皙啊，连这屋子里冰块的寒气都压不住姐姐身上散发出来的这股异香呢。算你有眼光，这可是王爷花费千金为我买来的雪香丸的功效。你这种不受宠的女人，自然是连见都没有见过的。雪香丸，姐姐吃的这般起劲儿，那姐姐知不知道这雪香丸其实还有个更好听的名字？什么名字？它叫西鸡丸。西鸡丸？那是什么东西？雪香丸就是西鸡丸，服了它肌肤白嫩，身有异香。郡王为了姐姐的床笫之欢，可真是舍得下本钱。姐姐吃了7、80颗，难道就没觉得不对劲？这药里掺了足足的麝香，你以为这沾足了麝香的孩子真能活着生下来吗？胡言乱语！你闭嘴！什么西鸡丸？魏郎那么爱我，怎么可能害我？你就是嫉妒我！嫉妒？上辈子魏昭对我的宠爱可比现在对你多得多。这东西他早就赏过我了，他第一次拿给我时，我就找大夫验过成分。上辈子就算你不拉我同归于尽，我的孩子也生不下来。不可能！魏郎说过，我生下男孩就立为世子，他不会害我的。叶青桃，你真是蠢得可怜。他在乎的从来不是你能不能生，是你的身子能不能让他快活。他就是知道你这辈子都生不出来，才敢拿世子之位画饼哄你玩罢了。既然你早就知道有毒，为什么还要吃？你一定是骗我的。狄姐，到现在你还不明白吗？
上辈子我本可以去表哥家做正头娘子，是你以死相逼，拉我来这王府做妾。我一个无根的妾室，还能依仗什么？在你的打压和他的薄情里，我连活下去都难，命都没了，又哪来的机会生孩子？你这辈子永远都不会再有孩子了，你肚子里的注定生不下来。魏章！夫人，您这胎早就是个死胎了。你胡说什么？我的肚子好好的，怎么可能是死胎？庸医，你一定是谢婉宁买通来骗我的庸医。夫人息怒，老朽行医数十年，绝不会诊错。您的体内积蓄了极其浓烈的麝香之毒啊！这毒性已深入骨髓，不仅腹中胎儿生机全无，就连您的胞宫也已被彻底存毁。这辈子恐怕是再难有孕了。您哪怕杀了我，也是这个结果啊！两辈子，两辈子。原来我都败在了同一个人的手里。王爷，姨娘早产血崩，产下了一个已经成型的男婴死胎。怎么这样不小心？让你好好养胎，怎么突然就小产了？算了，孩子没了就没了，以后咱们还会有孩子。以后咱们还会有孩子的。是啊，你还会有孩子，可是君王，我还会有孩子吗？你说什么傻话呢？你那么年轻，你当然……魏章，我爱慕了你整整2辈子，上辈子你看都不愿意多看我一眼，为了得到你，我这辈子甘愿自降身份做妾。你拿给我的血香丸，哪怕味道再刺鼻，我也心甘情愿的吃下。可是你呢？你为了你那点龌龊的床笫之欢，彻底毁了我的身子。我去看了大夫，所有人都说我体内有大量麝香，这个孩子保不住，我这辈子都生不了了。魏章，魏章，你为何如此对我？贱人，你居然敢杀了这个贱人！魏章，原来我2辈子都毁在你手上，都毁在你手上。谢婉宁，你也别想好过，我要拉你一起下地狱！带下去。昭儿，我的昭儿啊，你怎么能丢下娘一个人？谢清堂那个贱妇在哪儿？回殿下，已经按照您的吩咐，将她锁进了宗人府的死牢。哼，死牢，岂能便宜了她？传本宫的懿旨，把宗人府里所有的刑具全都给本宫在她身上过一遍。夹棍、烙铁、剥皮，还有去把那架木驴给本宫抬出来，本宫要让他求生不得，求死不能。奴婢遵命。你看，这金丝蟒纹绣得多气派。等清堂生下了世子，我这个做外祖母的也就跟着风光无限了。那些往日里看不起咱们尚书府的官太太，以后还不得排着队来巴结我？老爷，夫人，出天大的事了！没规矩的东西，大呼小叫，成何体统？出了什么事？大小姐她把郡王爷给杀了！放屁！你胡说八道什么？清堂怀着世子，怎么会杀郡王？千真万确啊，夫人！长公主雷霆震怒，已经把大小姐打入死牢。听说连木驴都用上了。长公主还放话，要让咱们尚书府满门抄斩啊！完了，全完了！
青堂，我的青堂！夫人，夫人中风了！杀了我！求求你们杀了我！孩子，我的乖孩子，快睡吧。娘在这里，娘在这里陪着你。谢婉宁，是你！你这个贱货，你怎么还不死？你凭什么穿得这么好来看我的笑话？你为什么不去死？谢婉宁，你以为你赢了吗？我告诉你，魏郎哪怕不爱我，他也从来都没爱过你。你就是一个庶女，你一辈子都得不到男人的真心。谢清堂，你真是可悲到了极点。事到如今，你竟然还在用一个男人的爱来定义输赢。你以为我在乎魏昭到底爱不爱我吗？从头到尾我都没在意过他。只有你这种满脑子装满废料的蠢货，才会把所有的希望寄托在这种废物的身上，才会为了他口中那点虚无缥缈的宠爱，赔上自己的尊严、身体乃至全族的性命。我的好姐姐，你刚才说是我该死，可是姐姐，如今这般生不如死的人是你，而我不仅不会死，还会活得比谁都好。你还不知道吧？我已有孕1月有余了。如今魏昭已死，你绝系发疯，我的孩子若是男孩，生下来就会是名正言顺的世子。长公主100年之后，这整个郡王府的所有权势、财富、尊誉，从今往后就全都是我谢婉宁一个人的了。姐姐，谢谢你用自己的命为我铺就了这条通天大道，你的使命完成了，你就安心去死吧。不，叶婉宁，你不配，那是我的世子之位，你不得好死！我诅咒你不得好死！他太吵了。郡王妃，您放心，小人明白该怎么做。奉皇上旨意，罪妇谢清堂弑杀皇亲，罪无可恕，判凌迟处死，共计3357刀。王妃，您真的想好了吗？这可是郡王府唯一的血脉了。我绝不允许那种自私凉薄的禽兽血脉在我的身体里孕育。昭儿已经去了，你腹中的遗父子也没能保住。若是你肯留在府里，以后你就是郡王府的大夫人，我留下的东西可保你一世富贵。若是你想离开，我便给你一笔嫁妆，你不必替他守寡。公主大恩，婉宁铭记于心，但婉宁想离开，求公主成全。罢了，随你去吧。小姐，您看今天的天气可真好，连阴云都散干净了。是啊，再无一丝阴霾了。婉宁，如今我已金榜题名，可还能来提亲？